最近，全球多家航空公司接收了他们的首架空客 A330 货机，包括中国的国航，也包括美国的国航。如果现在把空客 A330-200 和330-300都算上的话，包括客改货和原生货机在内，我们估计330货机总量已经超过了80架，并且增长速度还不低。空客 A330 是一款优秀的宽体客机，包括较小的330-200和较大的330-300，总共生产了1500多架，现在还是许多航空公司的主力。但空客 A330 货机的口碑并不好，主要问题是机体强度不够，拉载高密度货物时受不了。此外，还有发动机技术老旧，燃油效率不好，以及满载时航程太短等等。咱们此前还专门介绍过一期为什么空客货机比较少的视频，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人家是空中客车而非空中货车，但真实原因嘛，恐怕还是那些。一些航空公司在试用之后放弃了 A330 货机，包括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等。这两位土豪并不缺油，放弃的原因不能说是燃油效率。空客 A330 货机的一些早期用户，例如土耳其航空，后来引进了波音777货机；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后来也都以波音777-200F 为主。这似乎说明 A330 货机真的不行。最早的330-200货机大约是在2012年交付的，随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全球只有5-6架330货机，用户寥寥无几。但近些年来，随着 DHL、四川航空、澳洲航空、达飞、首都航空等陆续加入，客户和机队都逐渐丰富了起来。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330货机变好了吗？其实也不是。在我们看来，除了四川航空是纯空客机队之外，更多的航司选择 AirTrack， 主要还是与波音767的货机逐渐退出市场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波音的懒惰，才导致了330货机的兴起。空客在客机市场上近些年占据了上风，但货机领域，波音一直是当仁不让的老大。波音747和波音777都是大型货机，所向无敌。波音737也因为结实耐用，市场占有率高，退役后大量的改为货机，霸占了小型喷气货机90%以上的市场。为了便于区分，咱们姑且就称为小型哈。而在中型货机领域，以前几乎全都是波音767的天下。虽说波音767客机已经停产多年，但直到现在，联邦快递和 UPS 还在要求波音生产767货机。原因也不复杂，因为有些航线上货物没有那么多，用777并不划算，而波音737的航程又有限，无法越洋飞行。关于这一点，从顺丰航空的操作就能看清楚。它近些年持续在全球收集退役的767客机，在美国将它改装为货机，目前已经拥有了23架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未来它也会搞不动了，因为市场上堪用的767客机已经没有了。没有了767来源之后，全球各家航空公司都一筹莫展。在777与737之间，确实存在着中型货机的市场。波音不再提供767，大家就只能去买空客 A330，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因此，联邦快递与 UPS 最近也都表示，他们未来将寻求退役的空客 A330 搞客改货，替代波音767的空白。波音为什么放弃767货机？因为767技术老旧，燃油效率已经不符合未来的环保标准，没有前途。咱们前几天介绍澳洲航空退役767时也说过，虽然美国现在暂时豁免了这型飞机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至于波音为什么不改进发动机，不搞787货机，或者另外打造一款远程的中型货机呢？这就不太清楚了。可能是觉得777和737已经可以交叉覆盖，或者是觉得需求太少，或者只是因为懒惰。如果只是因为懒惰就把中型货机市场拱手送给了空客，那实在是无语。波音，你到底想要弄啥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